和佛祖有关的10大妖魔，你知道分别都是谁吗？金鼻白毛鼠不值一提，蝎子精稍微麻烦，大鹏鸟令人恐惧，最后一位更是差点毁灭极乐世界。都说离灵山越近妖魔就越多，但可不是什么妖怪都有资格碰瓷灵山的。10大妖魔第一位，黄风怪。他原本乃是灵山脚下的黄皮雕鼠，因为偷吃了琉璃盏内的清油，曾经被灵吉菩萨捉拿，如来慈悲饶了这妖怪性命，赐予灵吉菩萨定风珠和飞龙禅杖，用来镇压这黄皮雕鼠。黄风怪虽然不算什么大妖，但有一个神通却是无比厉害。妖怪号称黄风大圣，一口气吹出能掀起漫天黄沙，把人吹到10万8千里之外。此风号称三昧神风，乃是和三昧真火一样的顶级神通，哪怕是齐天大圣也被吹得双眼酸痛，火眼金睛都没法使用。3界之中唯有那定风珠才能克制。定风珠是天地之间诞生的元素至宝，内含风之大道，克制一切风元素法宝。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也是只有定风珠才能克制。正所谓术业有专攻，齐天大圣奈何不了的妖怪，灵吉菩萨一出场就轻轻松松的镇压。和黄风怪这只黄皮雕鼠类似，10大妖魔第2位，金鼻白毛老鼠精，号称半截观音、地涌夫人，同样是贪吃的家伙，吃掉佛祖的香花宝烛成精，被托塔天王父子捉拿，最后同样被佛祖放过，认了李天王为义父，拥有300年功。虽然算不上神通广大，但因为在地下的缘故，也是让猴子着实头疼了一番。身为佛祖的小宠物，最后也是没有得到什么处罚。要知道老鼠精可是号称半截观音，观音的身份就不用说了，在西天仅次于如来，寻常敢冒犯他的存在早就凉凉了。也就是这只老鼠精好运，才没有人惩罚。如果说这2只老鼠精都算不了什么，那下面这位可真真实实的让佛祖都感到肉痛。10大妖魔第3位，倒马独庄蝎子精。蝎子精本来是大雷音寺的一只蝎子精，因为听佛讲经时因不合掌被如来佛祖随手推了一把，他就用倒马毒扎了如来的左手拇指一下，如来疼痛难禁，命令金刚捉拿他就逃到了西凉国附近的独敌山琵琶洞，设来了西凉国的几个女童做丫鬟，自在逍遥称王称霸，能让佛祖都忍受不了。这毒素简直可怕。如来佛祖什么地位，在西游的世界当中就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人，哪怕是打得天庭支离破碎的齐天大圣，也就一只手镇压的事儿，世界一切都在他的掌中。这种大人物能疼痛难忍，蝎子精的厉害超乎一般人想象。同时前2位妖怪偷吃了东西，便对佛祖害怕的不得了，而蝎子精却敢直接对佛祖出手，胆子也不是一般的大。普天之下，除了齐天大圣之外，找不到第2个。而就算如此霸道的蝎子精，面对唐僧的时候，竟然也露出了小女儿姿态，柔情似水，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温柔。虽然强行捉走唐僧显得比较霸道，但之后可以一直极尽所能的满足唐僧需求，哪怕最后即将失败，也是为唐僧准备素菜告别。由此可见唐长老的魅力有多大，就连曾经对佛祖出手的大妖魔也被他的魅力降服。只可惜唐僧连女儿国都能放弃，又岂会再次留恋？蝎子精即便有3界无敌的倒马毒桩，却也是勾不住和尚的心。10大妖魔第4位，黄眉大王。如果说蝎子精是敢于和佛祖出手，那么这位就是直接的把谋反之心放在脸上了，竟然直接打造了小雷音寺。黄眉怪逼格如此与众不同，甚至连如来都不放在眼里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这个黄眉怪的背景可不简单，他是东来佛祖孝和尚敲磬的童子。可能有人不知道东来佛祖是谁，但是要说弥勒佛大家就都不陌生了。东来佛祖便是弥勒佛。灵山之上有着3位大佬，现在佛如来，上古佛燃灯，未来佛弥勒。如果说如来佛祖是灵山老大，那么弥勒佛就是太子的身份，未来将会成为佛祖。这么一看，黄眉怪的行为貌似就很正常了。做小弟的自然要懂得为老大排忧解难，所以下凡才那么猖狂，敢冒充佛祖的样貌。如果不是东来佛祖弥勒佛撑腰，再给他100个胆子也是不敢。佛祖虽然笑眯眯的，但要是真的把他惹怒了，那真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。10大妖魔的第5、6、7位，狮驼岭3兄弟。要问灵山附近的哪路妖魔最为凶残，肯定要数着狮驼岭了。仅仅是3兄弟当中的青狮精，就能一口吞掉10万天兵天将。大鹏鸟的凶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必须要佛祖割肉喂鹰才能满足。狮驼岭到底有多可怕？西游原著中曾写道，此处骷髅若岭，骸骨如林，皮肉烂作泥尘，用尸山血海都不足以形容。但即便如此，照样没有任何神仙敢来降妖除魔，因为这3兄弟的身份不一般。青狮精是文殊菩萨的坐骑，
白象精是普贤菩萨的坐骑，大鹏鸟更是不得了，如来佛祖都要称呼为娘舅。提起大鹏鸟，就不得不说他那无敌的兄弟孔雀大明王了。上古之初有一神兽，名曰始祖凤凰，孕育无数年后诞下2大子嗣，分别为天地之间的第一只孔雀和大鹏。孔雀有着无敌的5色神光，那是谁都不服，连如来佛也敢吞下肚子，只可惜最后惨遭开膛破肚，学乖了之后被佛门封为孔雀大明王。如来尊敬他的地位，称其一声佛母。大鹏鸟变成了佛祖的娘舅，不过实际上就是个宠物，但即便如此也是无人敢轻视，招呼了2个同伴下凡占山为王，可把人间霍霍的够呛。10大妖魔第8位，六耳猕猴。六耳猕猴是一个很奇怪的妖怪，他的本事与孙悟空一模一样，目的就只是为了到西天求取佛经，而且他在书中的唯一作用就是化解唐僧与孙悟空的矛盾，让孙悟空重归取经团队。即便是火眼金睛也看不出什么门道，只有如来佛祖才认识，很难不怀疑他的出现就是佛祖安排的。要是按照阴谋论，六耳就是专门用来取代悟空的绝世大妖，是佛祖的秘密武器。不过更大的可能是用来磨练的心源，毕竟盗版的再相似，也哪里有原版的齐天大圣香。10大妖魔第9位，灵感大王。本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的一尾鲤鱼，听菩萨讲法得道，有了通天的修为，轻轻松松冰封800里通天河，这股力量简直是可怕。要知道这个800里是宽度而不是长度，能全部冰封，这种大范围改变天象的能力，一般的神仙也是办不到。毕竟龙王也就是下雨打雷，冰封万里，无论在什么神话中都是大能的表现。灵感大王的本事也确实厉害，但作为鲤鱼，他也不过是被圈养的宠物，说收服就反抗不了丝毫。和佛门有关的妖魔当中，没有一位是真正的厉害，让佛祖也奈何不得。10大妖魔最后一位，文道人。先天凶兽血翅，黑纹所化，能吸食万物。佛门有一个至宝，12品功德金莲，是镇压佛门气运的宝贝。这文道人趁着佛门圣人不在，偷偷吸食了3品，使得佛门气运损失了1000年。不得不说实在是个狠角色，要不是佛门圣人发现的及时，功德金连这件无上至宝就全被吃没了。火冒3丈的佛门圣人直接1巴掌将文道人拍下人间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也是没有真正的生死道消。只要天地间的蚊虫不灭，大妖文道人就有重生的机会，简直是让人不寒而栗。佛门势力庞大，自然是和妖魔非常的不对付，只不过因为佛祖的法力浩瀚，一个个都只能俯首称臣。那么对于这10大妖魔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